大家好啊，我是优布。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普门品的经文。佛告无尽意菩萨：善男子，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，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，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，皆得解脱。我们看这时佛对无尽意菩萨说：善男子。那么经典上经常提到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那么为什么称为善呢？我们先要了解这个善并不是善恶的善，因为根据佛陀的思想人是以业为基础，之所以会有恶行呢，是因为业的关系。那么以佛陀慈悲的心态，认为众生都是善良的。那么即使遇到所谓十恶不赦的人，也不会把他们当成恶人，因为不管是多么恶劣的人他也有善良之处。那么同样，善良的人或多或少也会有恶劣之处，只是释迦牟尼佛不用这种方式去分别众生。而男子在原始的经文里面翻译为丈夫，只是我们不要把这个丈夫看得太狭隘了，以为是妻子对她的男人才称为丈夫。其实这里的丈夫就是指具有大丈夫气概的男人，而不是所谓夫妻的关系。这里为了避免造成误会，所以翻译经典时以善男子来说。我们接着看，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。那么在这里，我们在许多经典上经常看到，像是百千万亿、无量无边、微尘数。其实这些都是形容词，是形容很多的意思。这里面亿的解释与我们平时所说的亿是不同的。这里并不是一个数字累积起来的说法。这个亿在这里是指最多的意思。那么多到什么程度呢？也就是说100个亿、1000个亿、万个亿。这里还有一个知识点就是所谓的众生。其实这个众生是谈有情的众生，因为众生分为有情众生、非情众生和无情众生。那么动物称为有情众生，也就是泛指六道众生。然而树木、花草、蔬菜、水果这些植物也是属于众生，它们是属于非情众生。另外像矿石、矿物质属于无情众生。所以真正分析众生不只是人或者是动物，凡是谈到众都是多数的意思，而生呢则是指生命。紧接着经文说受诸苦恼，这里谈到很多众生在受诸苦恼。那么这个诸是指受各种不同的苦恼。那么是哪些苦恼呢？其实总是离不开生老病死。生的过程有不同的苦，而老病的过程也有不同的苦，所以涵盖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苦。那么为什么说苦恼呢？因为苦通常是外表承受的，而恼呢则是内心的不自在，也就是外在承受了一些不好的问题而引起内心的不自在，称为苦恼。我们接着看经文说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。也就是说，假使有很多众生正在受各种不同的苦恼的时候，如果能够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字，一心称念他，这个一心称名就是称念或者持名，其实还是以念来说。那么该如何称念呢？也就是
一心一意的念南无观世音菩萨。紧接着经文说，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，皆得解脱。这里说观其音声，那么观谁的音声呢？其实当然是观众生因为受苦、痛苦、烦恼而正在呼救的声音。那么观世音菩萨听到了这些声音，就会显现其身。因为观世音菩萨有32应身，它不一定显现哪一种身份。也就是说，当众生苦恼时，只要能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字，那么观世音菩萨就会观其声音，帮助众生得到解脱。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并不是说你有任何的苦恼，你都可以去喊观世音菩萨，而是说在人已经无法办到的苦恼，也就是说这个痛苦人是已经帮不上忙了，这个时候才去求观世音菩萨。比如说你买了一张彩票，你希望去中奖，然后你去喊观世音菩萨，那么他是不会理你的。因为人的问题就先要以人的方式去处理，当这个问题人已经不能处理的时候，那么再去求佛、求菩萨。那么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再看何为解脱呢？我们千万不要错误地认为说解脱就是死。比如你有了烦恼，那么你能把烦恼化解了，于烦恼而言就是解脱。在经典上有一个非常好的比喻，就是说解脱就好像一根绳子打了一个结，那么你解开了这个结，绳子就恢复正常了。所以说谈解脱就是谈这种现象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解铃还须系铃人。也就是说你自己在你自己的心里面打了一个结，那么你求医生、求菩萨、求邻居都没有用，你必须你自己能够放下了，你自己才能够解脱。所以说求解脱是当有问题发生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把问题化解掉，而使自己得到自在，这才是解脱的真正含义。那么好，关于普门品的经文，佛告无尽意菩萨：善男子，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，闻是观世音菩萨，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，即时观其音声，皆得解脱。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我是优步。